G7峰会刚刚结束，日本就对中国出招，正式管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。这么做可要想清楚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一直以来，G7峰会的存在都是为了各国的经济联络，可现在这一峰会却越来越具有地缘政治的色彩。再加上全球局势的不稳，G7峰会逐渐变成美国遏制中俄的工具。这届G7峰会的东道主是日本，日本便发表针对中俄的联合声明，向美国表忠心。G7峰会才刚刚结束，日本就对中国出招。据观察者网报道，日本已经出台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，中方对此表示坚决的反对。这样的做法只会损害中日企业的利益，并破坏整个半导体产业的格局。这样看来，日本这是逼着我们只能自己搞，中国的事情当然是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。中国不排斥国际合作，愿意与世界共同进步，但是中国人也不会祈求别人的施舍。既然美国及其跟随者们决定对中国进行封锁和限制，那么中国将放弃幻想，结束天真，脚踏实地去努力，实现独立自主、自力更生。美日对中国进行搞科技封锁，无异于是掩耳盗铃。无论是原子弹、氢弹、卫星和空间站，还是高铁、高超音速导弹、激光炮、电磁弹射和航母等等等等，都是我们在美西方技术封锁下搞出来的。目前国产半导体设备主要解决了中低端的问题，大部分高端设备仍然把持在美日赫手中。国外封锁一方面造成半导体产业升级的巨大障碍，另一方面也的确是国产设备发展的重大机遇来了，或者说是强力的鞭策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必将完全掌握整个半导体产业链，但道路是曲折和漫长的，唯有快马加鞭，奋起直追。本来是一件互利共赢的好事，日本却要带起自己作死的节奏。中国有强大的供应链，有众多的理工科的工程师，还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，这是完全可以提供内生力量的。技术只要发明了出来，就肯定封锁不住。所有企图搞制裁的国家，下场必定都是输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把高技术产品对中国限售的后果亮出来一部分，也就是取消限售后将征收至少200%以上的高额关税。你用非市场经济的手段胁迫，我就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反制。不要让帝国主义在技术领先时限售卖高价，等国内攻克之后搞降价穷销，打击国内研发投入回报。日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，中国人可不是韩国，让他们看看中国人发明创造有多快。想通过打压封锁高新技术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，这只能是白日做梦，必然遭到彻底的失败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